BOSS 旋转呲尿，小怪边拉边跑，天线旋转大脑，乐到放弃思考，特效让你双目失明，打击感又爽的不行，荒诞与严肃交织，笑点与道德博弈。马年开年，这款游戏就给了我巨大的震撼。在病院控制死去病人的面部，做出各种忍俊不禁的表情。我知道这很缺德，但是真的很好笑。因为我没什么道德，最终还是败给了滑稽的表情。连病人的脑花最后都被我玩炸了。在病院关底最终 BOSS， 我被他一招旋转喷射斩于马下，我的愤怒值开始积累。当我仔细看清他的招式之后，我发现他竟然在呲尿，是旋转喷射嘘嘘，把我都给气笑了。这游戏真的好变态，让人又哭又笑，既无奈又爽到，但我真的很喜欢。那它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让玩家在一个动作游戏里啼笑皆非，还深感钦佩？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，巡警罗密欧在巡逻途中遭遇丧尸撕咬，命悬一线之际，罗密欧的爷爷从时空裂缝出现，用一支特殊针剂，一针把罗密欧扎成 Deadman， 把罗密欧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之后阴差阳错成为时空警察，一边寻找失踪的恋人朱丽叶，一边在各个时空消灭伪装成朱丽叶的时空逃犯们。罗密欧和爷爷的时空冒险故事就此展开。罗密欧是个绝命侠的战斗系统，应该是我最近玩的动作游戏里最爽的一档。战斗系统可以大致分为武器、技能、徽章、天赋。这套系统里最出彩的部分就是武器和恶种技能。游戏有着4把近战和4把远程武器，近战武器都有着轻重攻击和简单的穿插派生。死亡转化根据第3次重攻击之后的蓄力还是连点又有不同效果。用链锯剑长按就是高速切割加上挑，用大剑长按就是蓄力重击，用拳套连点就是快速连击。双刀蓄力就是组合穿刺，游戏里的武器有着相当不错的打击感，再配上烟花一样的粒子特效和喷射的番茄酱与断肢效果，在激情 BGM 的衬托下，一个血色夏日劈下去，怪多的时候像割草，感觉真的很爽。4把武器各有所长，长剑打群攻，巨剑伤害高，拳套连击快，双刀破防强，但我最推荐的还是拳套。我每过一个章节就会更换一把武器，直到用到主宰者拳套，我发现了这个游戏最爽的武器。拳套的打击感和 DPS 是游戏里最强的，尤其是死亡转化下的连续追击，重击连点，打击和爽感兼备，根本停不下来，简直嗨到不行。就算是被 BOSS 打死，也要打完这套连段的程度。所以一定要玩拳套，一定要玩拳套，一定要玩拳套。远程的4把武器分别是手枪、喷子、机枪和火箭筒。血色夏日技能在近战武器上都延续了各自的特点，在远程武器上的表现区别更大，尤其是机枪和火箭筒。机枪是直接打出喷泉射线，持续出伤，而火箭筒则是泰山压顶，打出范围伤害。打到群怪的时候，视觉效果非常震撼，像极了动漫《Guns》里的重力枪。血色夏日还能通过连续释放打出不同的招式连段，在冲刺中和跳跃中也有着不同的效果。如果不仔细观察并加以尝试，这个机制玩家可能会直到通关也发现不了。在战斗过程中，可以随时通过快捷键切换8把武器，这能让玩家在对群和对单的战斗中游刃有余，大大提升了战斗的流畅度。BOSS 的难度呢并不高，大多都是能通过恶种打控制、血色夏日打破防、击破弱点、打倒低硬直来进行输出，可以说是机制流程怪，但打起来并不会感觉无趣。BOSS 招式都比较大开大合，并不难躲，比如病院的 BOSS 旋转呲尿，而且还是2股，因为 BOSS 是合体双胞胎，所以是2股。恶种系统也就是技能，能够释放一只丧尸出来发挥它的功能，这不就是召唤宠物放技能吗？你可以用虚弱之花给敌人种植一个弱点，之后再用远程武器的血色夏日直接击破，用龙卷风把敌人都吸在一起，再放炸弹打范围伤害，放一个爆炸恶种炸倒精英和 BOSS， 再打出一套死亡转化，接着使用咆哮再打出一套死亡转化，再使用冰霜冻结，再打出一套死亡转化。如果觉得不够爽，你完全可以选4个冰冻技能，用拳套疯狂旺旺醉冰冰。武器的血色夏日可以不断打断 BOSS， 配合冷却缩减徽章轮番冰冻，让 BOSS 全程无法反击。问就是控制加死亡转化，都是我的回合，一直控制就能一直爽。除此之外还有回血、反弹、炮台、偷窃、激光，甚至还有保龄球。你甚至可以用不同的恶种相互融合来获得新的恶种，一直融合到最稀有的品种。丧尸抓宠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徽章会提供一些功能性和数值，比如提升近战伤害并降低远程伤害，
降低技能冷却等等。你可以通过搭配徽章把血量降到1，获得超高的伤害加成，也可以通过冷却缩减徽章，让4个技能依次转好。搭配恶种和武器能构建出多种玩法。这里要提一下的是，图书馆和训练室都会随着剧情推进不断释出新内容，能获得新的徽章、种子、升级材料和货币等物品。希望你不要和我一样，直到通关了才发现这些。游戏的战斗系统看似简单，但越研究越有意思，越打越爽，越玩越好玩。我在通关后一口气打通了全部的试炼，打得拳头梆硬，酣畅淋漓，心满意足。这大概就是动作游戏该有的样子。除了倒拔垂柳，它还粗中有细。游戏见缝插针的在很多地方都放了一些小游戏，让玩家就算在赶路的时候也有事可做。比如在开飞船前往目的地的途中，通过摇杆捕捉太空垃圾，可以捡到各种食材，也能积累点数换取升级武器用的结晶。在亚空间里走路也能采到蘑菇，走路都让你飘起来，连前进都变得有趣起来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跳房子。我直接一个秘技左右横跳，你怕不怕？把技能树做成吃豆人小游戏，如何能用最少的资源吃到最多的奖励，让你在加技能点的时候也能享受到小游戏的乐趣，全是小小的正反馈。游戏的风格从像素风飞船到高精度 3D 角色场景，再到美漫叙事，最后是儿童涂鸦 MV， 甚至有高质量 2D 动漫。游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，像一盘大杂烩，但这些终究只是表现形式，没有高低之分。只要能表达出作者的想法，那就是好的形式。从结果上来看，视听体验是新奇而且有趣的，不断刷新玩家的观感，让人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。他们甚至给一个护士 NPC 塞了一个迷你 gal game， 你可以用20分钟时间选对99道选择题，并在最后走进一个神秘结局。陶猛工作室的这帮家伙就是能把简单的东西做到不简单，把平平无奇的地方做到有趣。当你以为故事结束了的时候，他又给你续了一杯，你很难猜到故事的下一步会如何展开。诸事无常，让人难以想象。游戏的关卡可以分为现实空间和亚空间，玩家可以通过电视机在2个空间传送，这2个空间都可以看作是微缩的类魂箱庭，都有无法从此处打开的门。当你从现实空间的电视进入到亚空间，再从亚空间的下一个电视返回到现实空间，你就能来到现实空间之前去不了的地方和之前上锁的房间。把门打开，小房间就连通了大空间，亚空间里也是如此。玩家需要利用电视不停地在2个空间穿梭，直到找齐钥匙碎片，把所有的小箱庭和小空间的门打开，把它们都和大空间连通之后，就能找到最后通往 BOSS 的门。每组电视机都能连通2个空间，而每组电视机都有不同的颜色光环。如果没能理解这点，玩家在游戏中很容易把不同地点的电视机混淆，这会给推进游戏进度增加不小的难度。如果说现实空间的主题是战斗，那么亚空间就是头脑风暴与解谜。在亚空间里需要调整绿色圆球，让通路显现连接到下一个区域。还有些地方需要你通过观察地形与位置做出行动，通过跳跃、下落等方式来到新的地点，与场景互动。用电视机来推进关卡本身就有一定难度，再加上有些场景需要大量观察试错才能达成，有的甚至需要你不断测试，直到找到近乎完全隐形的平台才能过去，实在有些变态。但当你把他的小把戏一一识破，你会感到小小的骄傲，觉得自己真是太机智了。不过好在这样的情况并不多，而且就算不找全也能打 BOSS。比较容易卡进度的亚空间主要集中在第4、6、7章，如果不停下来复盘思考，就会被拖慢脚步。在第5章的精神病院，游戏在前期突然变成恐怖解谜潜行游戏，玩家需要在3层楼的房间穿行躲避合成兽，并且在同时找出导致循环的线索，解除循环推进游戏。这一关的节奏是非常慢的，在前期没有任何战斗，玩家需要不断的从1楼走到3楼，然后循环，这个过程可能进行了有10次。
但是它通过解谜、奖励与信息和线索的穿插手法，让你在相同的场景有着不同的体验，让你明明知道你在循环、你在重复，但并没有疲劳厌倦的感觉产生。环保大师须田刚一的节约手法恐怖如斯。当我解开循环之后，沉浸于欣喜当中时，突如其来的跳脸杀吓得我一哆嗦，愤怒值突然飙升。但是之后我回过神来一想，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怖效果，而是故意为之，就为了恶心你一下，而且只出现了一次。其实这关的场景也算不上特别压抑恐怖，甚至说可以是简单的前行，只在最后才用跳脸杀制造了惊吓的效果。我是很讨厌这种下三滥的跳脸杀来制造恐怖效果的，而制作人须田刚一应该也是一样。这个关卡完全是对那些劣质恐怖游戏的再现，是在讽刺那些恐怖气氛营造不到位，反而只会通过频繁使用低劣的跳脸杀手法制造惊吓效果的垃圾游戏。当我理解之后，反而给我气笑了。如果你笑了，那么这个关卡的目的就达成了，可以说是为了这碟醋爆了一盘奇形怪状的好笑饺子。病院章节的大致内容是一个疯狂医生用病人来做各种实验，只为救活他的孩子们。本来是个挺严肃的内容，在病院的后半部分关卡，玩家需要前往各个病房，找到死去的病人，通过控制他们头上的天线来解除时间循环的干扰。当我第一次见到病人的时候，看到了旁边的照片，认为这应该是病人生前的照片。病人被做实验而死，大脑暴露在外面，头上插着天线，通过控制天线可以让病人面部肌肉变形，从而做出各种难崩的表情。我知道他们很可怜，但是这些表情真的很搞笑。我的道德和笑点一直在博弈，因为我没什么道德，最终还是败给了滑稽的表情。病人的脑花也被我玩炸了。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解谜，直到我陆续进入了好几个病房，发现他们的照片不一样，但是角色模型都一样，而且照片表情也都不一样，我才意识到这个解谜是需要通过控制病人表情，让他和照片相符，才算作解谜成功。但是当我发现这是个解谜之后，反倒没有最开始那么好笑了。医生为了科学实验摆弄他们的身体，我为了解开谜题玩弄他们的表情。那一刻，我和医生对上了电波，突然觉得我们的行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。游戏关卡中的大尾巴服者不光会吐炸弹，还会边跑边拉，沿路排出一长串大便炸弹，非常好笑。你别拉了，我害怕。到了关底最终 BOSS， 我被他一招旋转喷射斩于马下，我的愤怒值开始积累。但当我仔细看清他的招式之后，我发现他竟然在呲尿，是旋转喷射须须。我操，哥们儿，螺旋旋转呲尿，我操！被这样的招式击杀，我只能说无奈但佩服。这就好像去参加比武，一个人说我会控制血液，一个人说我会控制内力，你上来直接说我会控制屎，而这个 BOSS 他会控制尿，而且是2股。在优化方面，我认为罗密欧是个绝命侠的表现是挺不错的。4070太显卡在 2K 分辨率把游戏开到极致画质，场景和角色建模都是比较精致的，看起来效果也很不错。在多敌人大场景下战斗也能有80到90帧，个别极端场景也能保持在60帧左右，全程几乎没有掉帧现象，非常流畅。奇怪的是，在读条的过场动画反而会有卡顿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做成这样的。如果你对帧数不够满意，可以试试我的画面设置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显卡型号来降低各个档位。虽然优化还不错，但是游戏的粒子特效过于泛滥，有些场景比较昏暗，武器光效却一直很亮。尤其是在做支线任务的时候，夜晚的地牢特别黑，比较难看清东西。战斗的时候，粒子特效漫天飞舞，再加上敌人番茄酱喷射4溅，几乎铺满了整个屏幕。我不是盲人，但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俗称睁眼瞎。这个时候就只能凭感觉来判断敌人的位置了。恶种系统确实新鲜，但你获得的每一只都要种下去等时间，然后再把它拉出来取名字，之后再融合，再种下去，再拉出来，确实比较费时而且重复。亚空间的解谜确实有些拖慢节奏，有时候找主线都会有些费劲。最主要的还是电视机是凭颜色标记的，不好记忆对应的电视机和地点，而亚空间里的电视机离得远了就会变成不好区分颜色的马赛克，在亚空间里卡好久的情况也会发生。罗密欧是个绝命侠的优化做得不错，很流畅，并且把主菜战斗系统做得好上手，花样多，有深度，把各种简单的游戏机制做成小游戏的天头。各种梗和致敬需要你对上电波，
但就算对不上，也完全不影响游玩。单纯的享受战斗系统，也可以玩得很快乐。主菜已经很好吃了，再送你一些小配菜，锦上添花。尝一尝可以体验不同风味，但就算不吃也没什么损失。罗密欧是个绝命侠，可以说是年初的一款小众精品。每章结束之后，右下角的红色网易标识格外瞩目。网易作为草蜢工作室的全资母公司，只出资而且不干预创作，任由须田刚一和草蜢工作室自由发挥。没有了资金的束缚，才能有现在这样品质的游戏。我非常推荐喜欢玩动作游戏的玩家来试试这款游戏，建议你以中等难度开局，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别样的惊喜。如果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就如精神边缘那段琐事，如果玩家没能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，那对玩家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因为资金不足而制作的普通关卡。如果你没看过《第一滴血》，那么这个从臭水箱里掏出来的丧尸对你来说就是个平平无奇的 NPC。你接触的文学、影视之类的文化作品越多，你就越能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乐趣和共鸣。每一关 BOSS 战的背景音乐虽然都有不同，但都有自己的风格，比较激昂，大多都很好听。唯独第5章病院 BOSS， 当音乐的第一个小节响起，你就能明显听出它的不同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听得人起鸡皮疙瘩。抓耳的同时又充满生命力。我在写稿的时候不断的思索，为什么只有这里的音乐不一样？为什么只有这里的结局不一样？思来想去，我终于听出，这首歌是双胞胎对活着的渴望，对幸福的向往，也是对控制的呐喊和对抗。结局也是给只属于这2个小朋友的温柔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。这是罗密欧给我带来的穿越时空的浪漫与感动。罗密欧是个浪漫侠，但如果你完全看不懂这些，会对你游玩这个游戏有多少影响呢？这只能由你自己来回答。罗密欧从来不是在教你做事，而是在给你一种选择。没准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在见到某件事物的时候，你会扬起嘴角，轻哼一声，是罗密欧穿越时空来见我了呢。